给女友去买奶茶的时候，他被2个老外骚扰了，一个大肚子白男轻佻地撩他头发，另一个则举着手机录像。我大吼一声干嘛呢？赶紧冲上去搡开白男。白男耸耸肩，表情无辜，我只是跟这位漂亮的姑娘说几句话而已。放屁，我都看到你动手动脚了。白男居然还笑了，说出的话更欠扁。你们国家的男人是不是都这么没自信啊？我只是跟你女朋友离得近了点，你就愤怒。在我看来，愤怒只是因为你无能。另一个哈哈大笑，冲同伴竖起大拇指。伤害不大，侮辱性很强。我下意识就想给他来一拳，没想到女友拉住我。哎呀，行了，人家只是在拍摄，问我愿不愿意配合，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他不满地冲我抱怨，随即转头换上笑脸。不好意思啊，他太冲动了，你们不用理他。女友的话让我心一凉。白男跟同伴交换了一个猥琐的眼神，说：小姐，你很漂亮，所以我们选中了你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街头挑战，请问你愿意配合吗？女友特别开心，什么挑战呀？我们有一个街头亲吻挑战，要找到100个人完成这个任务，你可以帮我们吗？啊！女友瞬间脸红了，我开骂，你他妈想屁吃呢？当我是死的吗？白男看都不看我，继续对着女友说：我是帅哥，你是美女，我们亲吻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正常屁啊！我感觉没必要跟这2个脑子有坑的家伙继续待在一起，拉起女友的手就走。女友开始叫：哎呀，你这么用力干什么？我手都被你捏痛了。我不管不顾地拖着她走，没想到2个老外像鼻涕虫一样又跟了上来。小姐，你男朋友这么暴力，需要我们帮你吗？我恶狠狠地指着白男，我警告你，要撒野耍流氓回你老家去，再敢骚扰我女朋友，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还有你不许拍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路人站在不远处，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身后的女友又羞又气，用力甩开我的手，冲我大声嚷嚷：徐浩，你疯了吗？走那么快干什么？他恼怒地揉着手腕，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至少我看到人家全程都很绅士，很有礼貌。反倒是你，大街上大吵丢不丢人啊？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我丢人？我带你离这俩傻逼远点是丢人？难道你要配合他们拍那个狗屁挑战？我什么时候那么说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打着保护我的名义，实际上是要控制我。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旁边那2个傻逼玩意儿看笑话一样看着我们，甚至用英语开始交流，嘲笑我原来是个女友都嫌弃的 loser。 我气疯了，抡起拳头去揍其中一个老外，却被他轻易躲开。他警告我，如果再动手就报警抓我，我怕他个锤子，还要再打。女友突然冷冷地来了一句：徐浩，你今天再拖着我丢人现眼，咱们就立刻分手。我不可置信地看他。苏小慧，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俩谈了2年，今天他竟然因为2个根本就不认识的老外就要跟我分手。你以为自己很 man 很有男子气概是吗？我呸，我看就是粗鲁没脑子冲动。女友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往我心里扎。这时候那个白男朝女友伸手：小姐，他实在是太可怕了，在我们国家女生是用来尊重并温柔呵护的，要不我们带你先离开这里。女友半个身体转向老外，他竟然迟疑了。我赌气又寒心地说：苏小慧，你要是真的跟他们走了，那咱们就分手吧。女友愣了一瞬，这可能还是我俩好上以来我第一次说分手。下一秒他马上变脸：好啊，学会威胁人了是吧？那就分手呗。我今天还就跟他们走了，正好分了你也管不着。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真的跟那2个老外走了。白男走出几步，回头冲我挑眉，得意嚣张的眼神让人真想揍他。我突然开始反思，我过去是不是对女友太好了，应该说是太舔了，才让他今天肆无忌惮的向着外人，还是老外这么羞辱我。无论何时何地，我随叫随到，提供经济支持，提供情绪价值，没有任何怨言。我俩吵架，他动不动就闹分手，最后不管谁对谁错，肯定都是我先低头，我先道歉。2年多的恋爱，我的生日他从来不记得，可他的生日我一定是早早的精心准备，包括各种节日礼物和仪式感是一定不能少的。就连他爸妈他弟他7大姑8大姨来这里玩，我都是放下工作，吃住全包，全程陪伴。我自认为掏心掏肺的对他好，可似乎我换来的并不是等价的感情。3个人朝前走了几十米远，女友跟他们毫无芥蒂地说笑起来。白男离女友越来越近，女友刚开始稍稍往后仰，有几分抗拒，可当白男的手搭上了她肩膀，她就不动了。我预感不好，果然2个人亲在一起了，2个人就这么光天化日旁若无人地抱在一起亲嘴。另一个老外开心地举着手机录像。我脑子一片空白，呆住了。当初我追苏小慧追了大半年，她才松口答应跟我试试看。我俩在一起的第2个月，她才允许我牵手，在一起的第3个月我亲她，她说我不尊重她，甚至跟我冷战了1个礼拜。可现在她就这么轻易的跟一个素不相识只见面不到10分钟的老外抱着亲。
两个人足足吻了1分多钟，还没结束。我反应过来后，怒骂一声，超近道从绿化带上跳过去，对着白男就是死命一脚。我当时就一个念头，我要踹死这混账玩意儿。白男踉跄了几步，下意识想还手，他同伴上去跟他说了几句，他停住了。但我不想停，苏小慧却挡在老外面前。徐浩，你还跟过来干什么？我看着他脸上出现2片红晕，气不打一处来。我指着他鼻子骂，你就这么贱吗？你跟他什么关系你就亲，你还要脸吗？苏小慧瞪着眼睛说，谁不要脸呢？咱俩都分手了，我是单身，我爱跟谁在一起干什么事都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愤怒、不甘、屈辱，我感觉自己心里有股子无名火发泄不出去，烧得我要爆炸。不用照镜子，我都能猜到我现在一定眼眶通红。2个老外开始火上浇油，小姐，恭喜你摆脱一个可怕的男人。白男当我的面故意拉起苏小慧的手，说实话，刚刚我们的亲吻，我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我觉得我们的灵魂是互通的。我可以认识你吗？苏小慧任由他拉着，看了我一眼，随即说，要不咱们走吧，我不想待在这里，我请你们吃午饭怎么样？白男一把搂住苏小慧的肩膀，大声说，可以可以。另一个老外警告我，如果动手报警了，吃亏的是你。我知道，他说的对，我泄气了。如果苏小慧是个正常的女人，她被人欺负了，那我就是头破血流，我都没有怨言。可今天她实实在在寒了我的心，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发现手机上有好多个未接来电，都是苏小慧他妈晚上10点多打来的，微信里也有他妈发来的消息。徐浩，明天我跟慧慧他爸过来，你来车站接一下我们。慧慧要上班，就别让她请假了。我嗤笑了下，你们女儿要上班，我就该请假。我关了手机，继续倒头就睡。第二天不到7点，我被敲门声吵醒。徐浩，开门。我开了门，苏小慧他爸妈推开我就冲进来，在屋子里到处找。他妈边找边喊，慧慧，慧慧。我无精打采地提醒他，他不在我这里。没想到他爸却说，徐浩，我跟你阿姨说了很多次了，结婚之前你们不能住在一起，我们家慧慧从小都被我们保护得很好的，她是个保守单纯的姑娘。他妈继续，我俩去了慧慧哪儿，人不在，除了你这里还能在哪儿？慧慧，别躲了，快出来。我无奈，我骗你们干什么？那你说他人呢？我犹豫了几秒，还是说我俩昨天出去逛街，然后吵架了，我就先回家了。什么？2个人猛地叫起来，我们昨天晚上给慧慧打电话，她就没接。徐浩啊，徐浩，你是一个男人，吵架了你就把她一个人丢在外头了。2个人着急的样子不似作假，我清醒了过来。我给苏小慧打电话，电话关机。我又问了几个她的朋友和同事，大家都表示不知道苏小慧在哪里。这时候苏小慧爸妈已经急得不行了，我忍不住说，她那么大一个人了，又不是小孩，而且昨天我俩分开的时候，她跟2个男的一起吃饭去了。男的？什么男的？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苏小慧他妈气得大骂，徐浩，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慧慧是你女朋友，现在这社会多危险啊，坏人那么多，我女儿要是出事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还没来得及再多说什么，他妈扯他爸衣袖，他爸，报警，快报警啊！虽然昨天苏小慧把我伤得不轻，我下定决心要分手，可现在事关人身安全，我也不能不管。我们3个人去了最近的派出所，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并提供了苏小慧的个人信息。民警同志了解情况以后，没想到很快就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苏小慧的这个身份证，昨天晚上11点半在红光路的如家开了房。开房？我心里咯噔一下，当时感觉就不好了。苏小慧他妈差点哭了，警察同志，我女儿不会是被人？他爸呵斥，你别瞎说，肯定不会的。民警同志非常负责，立刻开车送我们3个人去了那家酒店，然后要求前台配合，带我们去苏小慧开的那个房间。前台刷了卡以后，把门推开，示意我们先进。苏小慧他爸妈等不及了，冲在最前面。我心情复杂的跟进去。我第一眼就看到地上一片狼藉，9瓶男女衣物纸巾。而苏小慧他妈看清楚床上有什么以后，当场晕倒。一男一女本来光膀子搂着睡觉，听到动静都被惊醒了，不是苏小慧跟那个白男还能是谁？苏小慧尖叫了一声，赶紧往被子里躲。白男一脸懵地问我们是谁，为什么能进来？慧慧。苏小慧他爸脸黑得要命，当然我也没好到哪去。放今年以前，打死我都不敢相信苏小慧竟然能这么随便，她竟然敢这么随便。一个才认识不到24小时的男人啊，看着2个人缩在被子里的样子，我杀人的心都有了，双手抓住被角，一把给他们掀飞了。既然你们不要脸，那索性就丢人丢到底吧，也让苏小慧她爸妈看看自己嘴里清纯保守的女儿到底多浪啊！2个人都没穿衣服，苏小慧尖叫着，手忙脚乱的到处找东西遮，最后还是他爸看不下去了，把外套先脱下来给他披上。白男正要说话，被我兜脸来了一拳。他倒是不知羞耻，光着屁股还手，
我被他一拳打在了鼻子上，脑瓜子嗡嗡的，鼻血立刻流出来。我顾不得剧痛，趁他没穿裤子，向他下边死命踹。他躲了几次，还是被我脚尖踢中，像个蜷缩的虾米一样倒下了。警察本来在给苏小慧他妈掐人中急救呢，看见了赶紧让我俩住手。白楠捂着下头，已经疼得失声了，把苏小慧心疼的不行，哭着问他有没有事。这时候苏小慧他妈醒了，清醒了马上大哭。我清清白白的闺女就这么被人糟蹋了呀！警察同志，他就是强奸犯啊！你快把他抓起来！苏小慧赶紧跟警察解释，不是，他不是强奸犯，我是自愿的。他爸妈听到他亲口说心甘情愿跟白楠上了床，简直痛心疾首。慧慧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捂着鼻子，觉得心也在滴血。我说苏小慧，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不觉得自己现在特别廉价吗？面对我的指责，苏小慧又变得硬气了。对啊，我就是不乐意跟你睡，乐意跟他睡，你是不是快要气死了？咱俩都分手了，你有个屁的立场来管我，你跟踪我，还把我爸妈和警察都叫来，你真让我恶心。警察被迫看了半天的闹剧，一直试图让我们都冷静下来。白楠脸色慢慢恢复正常，颤抖着声音让警察立刻抓我，指控我殴打他。警察看了我一眼，正色道：你也还手了，你俩这属于互殴，而且他现在鼻子还流血呢，如果做伤情鉴定是鼻梁骨折或者脑震荡什么的，那可能拘留的就是你了。但是你俩的情况，我建议还是私下和解比较好。好了，叔叔阿姨，人既然已经找到了，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那我就先走了。临走前，他小声跟我说别硬碰硬了，否则可能最后还是我吃亏。我感激的跟他点点头。警察走了以后，苏小慧他妈大吼：这洋鬼子怎么就成你男朋友了？你别犯糊涂，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徐浩家愿意出20万彩礼，买房还肯加你的名字，你俩是要结婚的呀？他爸也跟着点头。我特么，感情他二位到现在还以为只要苏小慧回头我就愿意接受啊？妈，艾瑞克不一样，他是网红，在网上有100万粉丝呢，而且以后我嫁给他。徐浩，你还不滚杵在这里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没有再多嘴，扭头就走。还没走出几步，苏小慧又对我喊：艾瑞克，如果有事你别想脱干系。我回他，最好他直接废了，老子坐牢也认了。回去后，我打开苏小慧的抖音关注，最新一个账号果然是这老外，名字叫 Eric 爱中国。这个账号主打的是一个老外在国内的各种可爱搞笑经历，第一次吃火锅，第一次用支付宝，第一次跳广场舞，每条视频明里暗里都在夸我们的美食，夸我们的文化，夸我们的科技，可谓是深谙流量密码。白楠账号有80多万粉丝，开通了星图合作，已经接了不少广告。但我觉得这洋垃圾所谓的人设绝对是假的，用来吸粉圈钱罢了。我试着去油管上搜了搜，果然让我发现了他还有一个同名账号。我翻了个通宵，越看血压越高，越看越睡不着。整整200多条视频，无一例外都是白楠炫耀的战利品。他在咖啡馆，短短2个小时就有4名女生主动上去搭讪，要合影加微信。他去酒吧，只花16块钱买杯啤酒，用不了一会儿就会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凑过来投怀送抱。他的社交账号有不少人给他私信，表示想跟他生一个混血宝宝。而最直观、最让人看着火大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街头亲吻挑战。白楠甚至不需要多费口舌，就能让那些女生痛快答应，其中不乏一些像苏小慧一样有男朋友的漂亮女孩。我不由得想，如果把白楠换成任何一个我们的男同胞，只怕轻则被骂是流氓，重则报警或者上网曝光，怎么可能会得到这种待遇？真特娘的悲哀。白楠还做了一个总结视频，说自己2年前失业后，朋友告诉他可以到中国开始新的生活，来钱快，受人尊重，生活非常滋润。他来中国还是第一次坐飞机，然后发现朋友是对的，只要自己愿意，分分钟就能约到各种各样漂亮的女孩子，随随便便就能完成100人斩、1000人斩。他们对我们真的没有丝毫抵抗力，甚至愿意倒贴钱给我们。但是这里的男人想要跟他们谈恋爱、结婚，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实在是太可笑了。他在视频最后晒出了自己手机里的大量照片，全都是跟各种女生在一起的亲吻照、浴室照，甚至不可描述的照片。我想到那些夸他可爱帅气的粉丝，那些像苏小慧一样主动贴过去的女孩，我真是恨得要命。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把他油管里的视频全部下载，然后重新制作剪辑，给女生们的脸都打上了马赛克。我注册了一个小号，把整理好的视频挨个上传抖音，文案通通带上白楠的抖音昵称以及他的热门视频关键词，以便节流。所有视频都上传之后，我又去他每个高赞视频底下发相同的评论，吸引粉丝们来我的主页。就这么又过了几天，有天晚上，一个关系很铁的哥们给我打电话，他说看到苏小慧也在酒吧，他知道我跟苏小慧已经分手了，所以直接告诉他以后苏小慧的事可以不用告诉我。可我那哥们又说苏小慧好像哭了，
而且在跟老外吵架。我一听，老外立刻来了精神，问他在哪里，我马上过去，并嘱咐他不要出头，把人盯住就好。我只花了10几分钟就飞奔去了那个酒吧。苏小慧果然正哭哭啼啼的在白南面前闹，而白南搂着一个化烟熏妆的妖艳女，跟他同伴吐槽，为什么苏小慧要缠着他？难道他说的不够清楚吗？我有点失望，上次那一脚竟然没把他废了。不过如果真的废了，恐怕警察早就找我了。苏小慧指着妖艳女，特别不忿，艾瑞克，我想跟你结婚，你为什么还要招惹别的女人啊？白南双手一摊，结婚？你好像想的太多了，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约会睡一觉，怎么需要上升到结婚呢？可是咱们都见过父母了呀，我爸妈都知道我把第一次给你了。我是个保守的女人，我跟前男友谈了2年，我都没有给他，你必须对我负责。况且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的是认真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苏小慧好像完完全全丢失了廉耻心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在意的把最私密的事情就这么说出来。但是保守2个字，他配吗？白南露出一个惊恐的表情，说，你爸妈可是要彩礼的，我们西方人不讲究这个，这让我觉得你们对婚姻不真诚。苏小慧急了，你放心，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他们的意见不重要，而且我不是已经把我的钱都给你了吗？那就是我的诚意啊。我皱起眉，苏小慧工作这么些年，应该攒了个10几万，居然全都给白南了。这白南身上到底他妈的有什么魔力？还是说他给苏小慧下了降头？没眼看，真的没眼看。我哥们同情的看了我一眼。这时候白南怀里的女人不耐烦了，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死皮赖脸杵在这里做什么？谁规定睡了你就要跟你结婚啊？快点滚！苏小慧嫌恶的看了那女的一眼，你这种女的一看就是出来卖的。妖艳女扬手就给了苏小慧一巴掌，苏小慧都被打懵了。她爸妈虽然说有点重男轻女，但从小也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她反应过来以后，把手里的包一扔，扑过去扯对方头发，嘴里还骂，臭婊子，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妖艳女的2个同伴都跳出来，3对1，苏小慧不但没占到丝毫便宜，自己反倒被薅着头发又挨了几个大嘴巴。白南脸上根本没有一点着急，似乎很乐意看到这种女人们为自己争风吃醋的事情。苏小慧脸都要肿起来了，她才说，好了好了，为了公平起见，你们2个来比赛好不好？谁赢了，今天晚上我就带谁一起走。白南跟服务员要了10瓶啤酒，对苏小慧说，你们2个人比赛，看谁能先喝完5瓶。苏小慧从来不喝酒，怎么可能喝得完？她犹豫了。妖艳女刺激她，喝不了就滚蛋。谁说我喝不了？苏小慧直接抄起1瓶就开始往嘴里灌，周围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这时候都开始起哄。白南像看猴戏一样的看着她喝酒，苏小慧却浑然不觉。我朋友很为难，问我要不要出去阻止。我想到上次在酒店被他骂跟踪，说阻止个屁，人家只会觉得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苏小慧刚喝完1瓶，已经有人帮她开了第2瓶递过去，她毫不迟疑的接过来又开始喝。第2瓶咕咚咕咚灌完，苏小慧捂着嘴打酒嗝。她问妖艳女为什么不喝，对方双手抱胸，特别不屑地说，老娘对瓶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先让你3瓶。苏小慧撅着嘴，特别不服气，有人把第3瓶酒递到了她手上，周围瞎起哄的人更多了。第3瓶苏小慧分了好几次才喝完，然后是第4瓶，只是这次还没喝完，她已经晕乎乎的坐在了地上。白南压根儿没有去扶她的意思。妖艳女踢了她几脚，苏小慧连还手的劲儿都没了，她笑骂苏小慧是头蠢猪，然后搂着白南一起走了。苏小慧眼睁睁看着人家走了，摇摇晃晃站起来想去追，追出门外走了几步又软软倒下去。按理说我现在跟他没关系了，而且以后也绝对不可能再复合，他是死是活我都管不着。但我实在没办法装作不知道，我给他爸妈打了个电话，把酒吧位置告诉他们，说快点来接人，否则大晚上的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情。没想到刚挂了电话，就看到2个精神小伙蹲在苏小慧面前。我预感到不好，2个人确认苏小慧失去了行动力，于是一左一右架起了苏小慧。苏小慧手脚却软绵绵的，任由2个小流氓搂着自己准备离开这儿。我跟朋友赶紧出去把人赶走。苏小慧爸妈来了之后，看到女儿醉醺醺的样子，第一反应竟然是又冲我撒气，指责我为什么不看好他们女儿，还说他们女儿本来乖乖的，怎么跟了我以后变成这个样子。卧槽，你们自己把女儿教育成这副不值钱的样子，反过来怪我喽？以前是把你们当未来岳父岳母看，尊重你们，哄着你们，你们说我都认了。可现在你们一家人跟我还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忘了自己女儿干了什么事了？我把哥们手机要过来，把刚刚他录的视频给他们看，为了能让他们听清楚，特意把音量放到最大。2个人越看脸色越难看，当听到苏小慧说愿意不要彩礼，而且把积蓄都给了老外以后，面色大变。苏小慧他妈急得直接扇了苏小慧一巴掌，也不管她现在能不能听进去，骂道，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没脸没皮又没脑子的女儿？那是你弟弟的买房钱，你怎么敢的？他爸也跟着唉声叹气。
我没兴趣看。要带着哥们走的时候，苏小慧他妈忽然又拉住我，变脸似的放软语气：“徐浩，刚刚是叔叔阿姨不对，对你态度差了点，我们也是太担心慧慧了。你可是慧慧的男朋友啊，你不能不管她啊。我的女婿我只认你一个人的。”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哥们儿都乐了，直接当我嘴替。阿姨，我那痴呆了10年的二大爷都说不出这么脑残的话。如果您儿子回头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您敢让他进门吗？我俩没再管他们，才走出几百米，就看到一辆救护车滴呜滴呜的呼啸过去，然后听到有人兴奋的讨论：“卧槽，前面路口有个老外，好像被人给砍了。”老外，我现在听到这个词很敏感。我俩赶紧朝前面路口跑过去。过去的时候，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不少交警正在控制现场，医护正把一个人往担架上抬呢，人血呼啦擦的，完全看不出原本样子。哥们儿忽然激动地扯我胳膊，示意我往北边看。我一看，这不是那个跟白男走了的妖艳女吗？妖艳女面如土色，浑身抖得跟筛子似的，警察正在跟她说话。我跟朋友对视一眼，然后看着担架上躺着的血人被送上了救护车。卧槽，报应来得这么快吗？这到底是多大的仇恨啊！我回家打开抖音，发现我发的视频竟然已经火起来了。网友们大肆转发我用小号发出来的那些视频，怒骂艾瑞克是个两面三刀的贱人，对内对外两副面孔。而他的粉丝更生气，因为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为他贡献了流量和金钱的人，他们纷纷表示被骗了，脱粉回采纳自是不必说。而更多类似艾瑞克的外国人被爆了出来，他们以烈焰心态所做的种种行为，一桩桩一件件都被扒出来，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而这件事引起的更大话题热点是，外国人在我们国家究竟凭什么可以受到非一般的优待？我们的部分女同胞为什么要对他们格外青睐，甚至不惜被外国人冠以 cheap easy 的侮辱，还要倒贴着凑上去？看到网络上还是有很多清醒的人，我感觉很欣慰。但让人无语的是，竟然还有不少人给我的小号私信辱骂，说我是矬男蛆虫，嫉妒眼红别人的小人，付不起彩礼的锅男，活该一辈子活在污泥里，打光棍，当个穷逼。要么就是说我是韭菜，润不出去生小韭菜。妈的，反正我睡不着觉，跟这群畜生对骂了一个通宵。我骂人不带脏字，只要对方说了脏话，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送他封号大礼包。我没忘记关注白男的事，据坊间的流传版本，说是白男曾经勾搭过一个美女，两个人还拍了不少大尺度浴室照片，结果照片被白男发在某个微信群里炫耀流传开了，当事人的老公也看到了。男的是混黑社会的，看到了让小弟去砍白男，往死里砍。我信了，也许黑道大哥是假的，也许小弟是假的，但是这个版本的内核我觉得是真的。白男这种人翻车不意外，也不值得任何一点同情。1个礼拜后，官方出具了新闻，某外国籍男子某月某日在某某街十字路口被人持凶器砍伤，送到医院后抢救成功，目前尚未锁定嫌疑人。这条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家发现他就是那个人设崩了的外国网红艾瑞克。这家伙竟然还想利用自己的伤情扭转局面，躺病床上包成一个粽子，脸上带着2条极长的伤疤，可怜兮兮地说油管上那个不是他，他是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尊重每一个中国女孩，希望大家不要被有心之人利用了，冤枉伤害一个真心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网友们正愁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呢，这条视频刚发出来就被冲了。艾瑞克被各种脏话喷得狗血淋头，连他所在的 MCN 机构也被强大的网友们被扒了出来。然后大家顺藤摸瓜，这家机构签约的博主竟然都是一些外国人在中国靠流量密码而涨粉赚钱的账号。也有不少网友去外网搜索，看看这些博主有没有像艾瑞克一样，国内一套，国外一套，这是后话了。可能是辱骂和举报的人太多了，视频发出来还没3个小时就不见了。第二天，这家伙又更新了一条视频，这次他没有耍花招了，特别诚恳的道歉，为他以前伤害过的女孩、辱骂过的女孩真诚的说对不起。他还表示，为了证明自己真的认识到错误了，从今天开始，这个账号不再更新。网友们也不是傻子，都说早就记住他这张脸了，警告他别想着换个号就能重来。原来昨天已经有一些网友根据他视频的背景确定了他在哪家医院，其中不乏一些极端人士跑到了医院找他麻烦。我对此嗤之以鼻，表面认错，内心恨得要死吧，生财之路就这么没了。而且听说他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后遗症不少，什么神经断裂、关节僵硬，而且他还毁了容，以后只怕没那么容易再撩妹了。该至于苏小慧，自从那晚他爸妈把他领回去以后，我俩再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过了大概2、3个月吧，有一天苏小慧突然给我在微信上发小作文，她低声下气地说她之前是脑子不清楚犯糊涂，她错了，她对不起我，她保证以后绝对任何事情都听我的，绝对会对我比从前好100倍1000倍，绝对以后做一个贤妻良母。看我没反应，她开始发语音撒娇，其实你心里也是放不下我的对吧？
不然不可能那2次都跟踪我，而且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出来帮我。你如果觉得20万彩礼多的话，我可以劝我爸妈降到15万，不过不能再少了，毕竟我弟弟买房也需要钱。我知道你在介意什么，那如果你找的女朋友以前谈过恋爱，跟别人睡过，那不也很正常吗？大不了以后你想要了，我同意就是了。我觉得特别可笑。我问他，如果我跟他复合了，有一天在街上又碰到一个白皮帅哥，他还会不会动心？苏小慧立刻回我，宝宝，过去的事情你就别提了。我现在知道了，这些老外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才来我们这儿的，我肯定不会再上当了。大姐，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意思是，如果真的来个多金的老外勾搭你，你还是会那样是吧？我冷笑，言简意赅地回复了他一个字，滚，然后把他拉黑。苏小慧大概是气急败坏了，换手机号给我发短信，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也不可能再找到比他强的女朋友。拜托，我觉得只要是个3观正常的女孩，就比你强1万倍好吧。后来我才知道，苏小慧回了趟老家，做了个流产手术。这件事她本来想悄悄进行的，结果被一个熟人看到了。小地方的圈子里没什么密不透风的墙，很快这事儿就传开了。他妈在老家帮苏小慧找的相亲对象也黄了，然后他才想起我这株回头草。我暂时歇了处对象的心思，专心工作，1年后跳槽，收入直接翻倍。朋友们张罗着要帮我找女朋友，问我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最大的要求就是绝对不能崇洋媚外，